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ddie， 欢迎收看 Eddie 爱理财。最近有好几个客户都不约而同的问我一个问题：什么时候是投资的最好时机？我相信大家也有过同样的疑问吧？到底什么时候才是最好的投资时机呢？本期短片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投资的最佳时机。其实我觉得投资最好的时机就是现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就好像在 COVID 爆发之前，除了印度神童之外，我们谁也不知道会有这样的一种病毒，可以让全世界在一夕之间停止了运作。还记得我们很悲壮的经历了人类史上落差最大的股市云霄飞车吗？就在去年，美国道琼斯指数在短短的2个星期之内，破天荒的出现了4次熔断。什么叫做熔断？熔断机制 Circuit Breaker 指的是在股票市场交易时间当中，当价格的波动幅度达到某一个限定的目标时，就会暂停交易一段时间。这个机制就好像我们家里的家用电器里面的保险丝一样，在电流通过大的时候就会自动烧掉。熔断机制推出的目的就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，给市场更多的冷静时间，避免恐慌的情绪蔓延，导致市场波动。那4次的熔断分别在2020年的3月9号、3月12号、3月16号以及3月18号。美国的股市连续8个交易日之内出现了4次熔断。这4个交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跌幅分别为 7.8%、10%、12.9% 和 6.3%。从历史上来看，在此之前，美国仅经历过一次股市的熔断，这就发生在1997年的10月27号。道琼斯工业指数当天下跌了 7.2%， 相8天里面发生了4次的熔断，绝对是史无前例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经历了石油期货跌到了史上最低的负油价，也就是去年4月20号收盘的时候，纽约商品交易所5月交货的原油期货价格大跌了 305%， 收报负 37.63 美元。负油价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当时卖家想要把原油卖出去，就要倒贴钱给买家，才有人愿意接手。因为运输和储存的费用远远高过了原油本身的价钱，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当然，这些只是账面上呈现出来的数据，实际上并没有人真的把原油倒贴的卖出去。过后，随着大家对于疫情的掌握，油价也逐渐回稳到了正常的区位。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惊呼说早知道在2020年3月4月份的时候，趁着行情大跌买进了大量的股票和原油期货，现在的身家已经是翻了好几十倍。的确，如果早知道的话，可是千金难买早知道，福建话说的乍哉求多张。投资要做的不是早知道，因为没有人做得到早知道。投资要做的是早栽，越早开始栽种，才会越早获得果实。以下我们就请小明和小华来告诉大家，提早开始投资对于他们的退休金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。小明和小华是同年龄的好朋友，他们一起读书，一起出来社会工作，一起打拼，每个月的收入也差不多。30岁的那一年，小明决定开始存钱，每个月存马币1000元，连续存10年，一直到了40岁，总共存了马币120千。我们用8%的年利率来计算，到了40岁的时候，小明的马币120千会变成马币185千。40岁开始，小明就不再每个月存钱，而是把存到的马币185千继续进行投资，年利率也是用8%来计算。到了50岁的时候，小明连本带利了得到了马币400千。60岁退休的时候，小明这30年累积下来的存款已经变成了马币860千了。身为好朋友的小华则是在40岁的时候才开始存钱。小华觉得小明每个月存马币1000元的效果看起来很不错，也决定学小明一个月存1000，一样连续10年，存到50岁的时候一共存了马币120千，加上8%的年利率，也得到了马币185千。小华在50岁的时候不再每个月存钱了，跟小明一样，他把存到的马币185千继续做投资，同样的年利率以8%来计算。到了60岁退休的时候，小华连本带利得到了马币400千。当小明和小华一起在60岁退休的时候，小明的储蓄有马币860千，而小华的储蓄只有马币400千，整整差了
115%。虽然两个人都是一样，每一个月存1000块，连续存10年，各自拿出来的本钱也是一样，马币120千。可是由于小明比小华提早了10年开始他的储蓄计划，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小明比小华狠狠地多出了1倍的退休金。从小明和小华的故事看来，小明并不需要早知道，只需要早栽种。比小华提早10年开始，栽种出来的果实就比小华多了1倍。提早投资的理财概念，你们学会了吗？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欢迎大家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在底下留言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